大家好，我是在领域的种子教师黄伟哲。我们接续上一支影片，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下游边界爆潮模拟、河川模拟以及最后的案例说明。在爆潮模拟这边，主要是因为当台风来的时候，台风的地气压会提高海平面的高度，同时台风的强力的风也会推升沿海的海平面，沿着沿岸的坡度提高了海平面的高度，最后形成爆潮。而在爆潮模拟，我们主要经模拟所谓的天文潮，在简报我们列出了所谓的6个分槽，而分槽呢不止这6个，总共有200多个。但是呢，我们透过最主要的6到10个分槽，就可以模拟了90%以上的天文潮。那包含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M2 潮及 X2 潮。M2 潮呢是指月亮的引力所造成的周潮， X2 潮则是太阳的引力造成的周潮，那分别是半日。所以呢，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一天在天文潮会有2个涨潮及2个退潮，再加上几个比较主要的成分的天文潮，我们就可以获得跟真值状况天文潮90%以上一样的模拟的天文潮。在整个爆潮模拟，从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地形资料、地形网格及天文潮之外，我们也需要台风的资料，主要的要知道台风的气压及台风的风速。所以呢，当我们输入每个小时、每一个地点的压力及风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模拟那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所产生的爆潮有多少。而在爆潮模拟的建制模式这边呢，包含我们需要地形资料，将地形转换成网格，包含台风资料，利用中央气象局的台风中心点及经纬度还有中心气压等资料，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出台风整个范围在每一个地点每一个小时压力及风速的变化。当我们建置这些资料去做爆潮模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获得不同台风事件，包含2004年米都伊台风、2006年珍珠台风、2008年新德克台风及2009年莫拉克台风在淡水河口的潮位变化。以台湾来说，我们的爆潮并不显著，我们所获得的模拟爆潮结果所产生的爆潮大概会提升了10到50公分左右。但是潮位这个危害度，当它只有产生30公分的爆潮的时候，也是很容易将沿海的居民卷入海中。因此，虽然我们模拟出来的爆潮在台湾的周边海域所产生的爆潮并不显著，但是对于我们作为灾害的模拟及预防还是有必要的。当我们完成了上游边界的模拟及刚刚下游边界爆潮模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河川模拟。我们河川模拟主要的是，当它的水位上涨的时候，它会产生了所谓的溢体及溃体的灾害现象。当我的水位逐渐上涨的时候，我堤防的压力承受的压力就会越大。即使堤防做得很稳固，当我的水位高于堤防的时候，它还是会产生了溢体。产生液体之后，所持续的时间未久，我们的堤防就未容易产生损坏。产生损坏破体的时候，河川大量的水就会流入都市区域，那个时候所造成的淹水灾害就会非常的巨大。在河川模拟的模式建制是我们的淡水河的案例，实际的河川的地形及走向。我们在做模式建制的时候，可以简化成如简报的右侧。那在右侧的图，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整个淡水河系分为上游边界的节点、下游的边界的节点及汇流处，还有河道。我们上游边界总共有5个节点，分别在全真桥、福州桥、秀兰桥、宝桥还有接受桥。而下游边界呢，则是我们所谓的淡水河口。汇流处则是由大汉溪及淡水河的汇流处、新店溪及景美溪的汇流处及金店溪及大水河的汇流处，还有二重疏洪道及淡水河的汇流处，以及第5个基隆河与淡水河的汇流处。我们的河道总共切分成11段。那在下面的表格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河道它里面的断面数有多少，以及它适用的曼尼系数是多少。这些曼尼系数都是透过历史事件去得知。那我们获得正确的曼尼系数，我们才能去准确的模拟气候变迁下降雨情况它真实的河川的水位的变化。那接下来下一页是资料的展现，包含我们刚刚提到在河川模拟的模式建制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河川断面资料及历史的流量资料。在这页简报中，左侧是其中6个淡水河断面的资料，包含新海桥、秀兰桥、宝桥、中正桥等等。图
的 Y 轴是高度， X 轴是距离从河川的左岸到右岸的距离。在右侧的6个图则是历史事件的流量资料，包含上游边界、塔寮坑溪、大汉溪、新店溪、及美溪二重疏导道及基隆河的上游边界流量资料。当我们完成了模式的建制及获得了流量资料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我们的河川模拟。我们模拟的是包含了台北桥、新海桥、大智桥、中正桥及路口堰的水位变化。在图中 Y 轴就是水位， X 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图中的十字点为实测资料，直线呢是模拟资料，可以看出我们模拟的结果是非常符合实际的结果。在这样的验证下，我们才有信心去确认使用这样的模式及系数去模拟气候变迁下的降雨情况、河川的水位变化，这个资料才会是可靠的。在最后，我们说明完上游边界的模拟、下游边界模拟及河川模拟之后，我们以91年那莉台风的淹水事件做一个案例说明。那在第一张图，这个是历史淹水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到在基隆河的左岸有大面积的淹水，蓝色的区块。在第二张图则是我们模拟的结果，那可以看到我们模拟的结果跟历史的淹水区域是非常的接近的，但这是更为详细，包含我们区分的淹水深度 0.5 公尺到1公尺及1公尺到2公尺，还有2公尺到3公尺以及3公尺以上4种不同的淹水深度。我们验证了模式的可靠性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探讨下次如果有跟那莉台风一样降雨量的台风进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抽水机都是正常运作的时候，那我们的淹水程度就会大幅的减少。以图上面来讲，淹水深度超过1公尺以上的区域都没有了，只剩下局部的淹水深度介于1公尺以下。而如果抽水机正常运作且基隆河并没有溢流的话，那可以看到基本上大面积的淹水区域都不见了。那这样的淹水区域就是属于所谓的内水淹水，那它的原因就是降雨的降雨量大于都市排水的排水量。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后续的调试策略的时候，就可以对症下药，针对内水淹水的原因，我们去清除下水道的淤泥或者新建下水道。针对外水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做河川的整治或者增设更多的抽水机。针对内水及外水，我们就可以去构思适合的调制策略，来预防下一次的淹水危害。以上是我们灾害领域防洪系统风险评估的说明，谢谢大家。